我是豪门蒋家的真千金，却在回家1年后，被蒋千金联合我的哥哥、父亲、母亲一起赶出家门。爸妈，明明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从今天开始，蒋家和你再无关联。爸。姐姐，离开蒋家几天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就算你是蒋家的真千金又如何？最后赢的人还是我。不过，你要是考虑向我求饶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施舍点钱哟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把药给我好不好？我求你。你干嘛，哥？没有药他会死的。蒋子玉，要不是你死皮赖脸的回蒋家认亲，我也不至于做的这么绝，害得你染上了脏病。脏病什么脏病？是你，是你。哥，我们不是商量好把他赶出蒋家，不让他跟我争就行了吗？你怎么？蒋星敏，你还是又蠢又坏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当然因为是你们姐妹俩被我们母子俩给耍了呀！你们看一下各自的手臂上，是不是都有一个月牙胎记，一模一样？看你们姐妹自相残杀的场面，还真是有意思。你和蒋醉月才是亲姐妹，当年是我把她和我儿子掉了包，扔到了荒郊野外。至于你，蒋星敏，不过是我儿子的工具而已。错了，错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能再来一世，我不会再被他利用。如果能重来，我不会让他们再得逞的。这是进妖会前3天，蒋星棉故意跌下楼梯陷害我的时候，我重生了。看，上一世蒋星棉和我斗了那么久，最后却都为蒋清川做了嫁衣。临死的时候才知道，蒋星棉竟然是我的亲妹妹。你没事吧？姐姐，
上一世我被蒋清川利用，这次我不会重蹈覆辙。上一世，你也重生了？上一世，若不是我一直在暗中帮助他，靠他那点商业天赋，根本斗不过你。重活一世，我会亲自揭穿蒋清川的。姐姐，相信我，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。星明，你怎么弄成这样子啊？蒋翠月，你干什么？你是怎么当姐姐的？你在外18年过得辛苦，但是你们都是我的女儿，你们姐妹俩就不能好好相处吗？蒋翠月，你为什么一回来就针对星棉？这么着急给我扣帽子，你们有问过我一句吗？哼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什么德行我最清楚。要是早知道你回来会把蒋家闹得鸡犬不宁，我们宁愿当初没有接你回来。星棉，别怕，跟哥哥说你是怎么摔下来的，哥哥会替你做主。蠢货，等你咬定是蒋翠月干的，蒋翠月肯定会爸妈厌弃。原来上一世，姐姐遭受了这么多不公平待遇，而我却一心沉醉在自己会被姐姐顶替的惶恐中，选择忽视。星棉，我和爸妈绝对站在你这边。说，到底是谁推的你？是姐姐。我就说了，蒋翠月回到家就是个祸害。她一回来，星棉就一直受委屈，还差点把这个家都拆散。原来重来一世，蒋新棉还是会和我站在对立面。爸妈，虽然星棉不是亲生的，但她也是咱们从小宠到大的。子月，你不应该仗着血缘关系就欺负星棉，这样，你先搬出去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说完。是姐姐想救我，是我自己不小心踩空摔下来的。星棉，怎么可能？是不是蒋翠月威胁你？没事呢，哥哥在，爸妈也在，不敢伤害。上一世因为蒋清川的撺掇，我成功摔下楼梯陷害姐姐。这一世我一定不会让她得逞。哥，的确是我不小心摔下来的，你为什么非要我对爸妈撒谎呢？哥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满意爸妈把我接回家，对吗？爸妈，自从我踏回这个家门起，每一次的争执，哥都觉得是我错了，是我在欺负星棉。既然你们都不喜欢我，那我回福利院好了，至少在那里不会有人这么冤枉我。爸妈，回来的这些天我真的很幸福，但是我不属于这里。梦醒了，我该走了。爸妈，你们倒是叫住他啊！等等，妈，你别拦着，他就是在演戏，让他走，我看看他舍不舍得蒋家的财产。你怎么给你妹妹说话的？岁月，你哪都不许去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不要怪爸爸妈妈，我们只是不太适应。崇德，青川南山的项目就交给醉月来做。姐，如果刚刚我说
是蒋清川指使我做的，会怎么样？也不会怎么样。蒋清川一直作为继承人来培养，爸妈很器重他。豪门向来只看重利益，不然的话，为何当初我们到死，爸妈都没来看过我们一眼？从今天开始，蒋家和你再无关联。爸，这种情况，妹妹肯定不愿意嫁呀。养她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？不嫁也得嫁。姐姐，这里是我们姐妹齐心，定要让蒋清川身败名裂。你妹妹还没下来，一家人人齐了再吃。老爷、夫人、大小姐在乡下习惯了，有些好习惯，怕是还没养成。上一世我就习惯，张静初一个保姆，怎么敢处处数落我和姐姐的不是？原来是蒋清川的亲妹。这二小姐呢，守时的习惯比不了大少爷，早早的就规矩的坐在这儿了。星棉一个女孩子，以后不用像我一样为公司拼命。再说以后我也会养她，就让她多睡一会儿。还是晴川懂事啊，都知道体谅家里照顾妹妹们了。怪不得当初蒋新棉会被蒋清川耍得团团转，原来是蒋清川长期心理操控的结果。蒋醉月，你干什么？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一个保姆而已，对主家的人指指点点，难道不该打吗？你，哥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因为我吵了，我确实因为睡过起晚了。不过张姨，你怎么能背后说我坏话呢？是不是啊，哥？张姨，一个佣人最重要的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，管好自己的舌头，要不然就滚出蒋家。是。行了，都坐吧。蒋家最注重门风礼节、言谈举止，这代表着我们蒋家的体面。这一点，青川，你要好好跟妹妹学学。蒋新棉和蒋醉月最近有点反常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肯定是你多想了。你妹妹那个蠢货被我们指使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会发现？她越是不安于蒋千金的身份，就越会解落我给她抛。威哥，星棉，今天是哥疏忽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可即便我再不认可蒋醉月，可他人毕竟也来这里了，爸妈包括我都不可避免的分神去关照他。哥是担心长此以往。哥，我不想被赶出蒋家。蒋醉月和爸最近在研究新的方案，这个方案要是泄露的话，蒋醉月一定会被爸赶出家门，到时候你就是蒋家的真千金。放心吧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蒋家只有我一个继承，蒋家也只能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威哥，星棉，这资料就在蒋醉月房间的电脑里，你小心点，别让他发现。放心吧，哥，他出去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发现的。
给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行了吧？金敏，动作轻点，趁蒋醉月还没发现，赶紧倒到 U 盘。搞定了。星敏，这资料就是你留在蒋家的关键，只要把它交给哥哥，这样你就不会被赶出蒋家了。星敏，星敏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蒋新棉，你为什么在我房间？这下可够蒋青川心惊胆战一整天了。不过你这么轻易就拿到蒋家的核心机密，他会怀疑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哥，自从蒋醉月回了家，什么都要跟我抢，这明明是给我定制的，凭什么爸爸要送给他？这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是你鸠占鹊巢，抢了我的人生。蒋醉月是有些小聪明，可惜格局太小，只会纠缠于这种扯头发的琐事，真正关乎大局的厉害，他反倒视而不见。蒋醉月，自从你踏进这个家门起，这个家就没有一刻安宁过。你现在还又争又抢，真是让我觉得恶心。就是，新敏，听哥话，把刀放下，哥给你买更好。放下。上一世若不是我，蒋青川根本赢不了姐姐，是我把方案偷偷泄露给了他，还害得姐姐跟我一起丢了性命。这什么意思？这里面是蒋青川的亲子鉴定，把你的给我，你把它拿给蒋青川，等招标会那天，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姐，对不起。好啦，你只是害怕失去蒋家的一切而已。上一世也怪我，怪我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没能及时察觉你的不对。星棉，我们两个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妹，这一世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们变成仇人。姐姐，这份仇我们一定要加倍还回去。这就是方案。还好我聪明，故意剪衣服混淆蒋醉月。哥，我演技好吧？我们星棉最聪明了，等明天竞标会开始，我把 U 盘的内容透露给蒋家的竞争对抢罗家，到时候就算爸再认可蒋醉月的实力，也不会留他。等我们把蒋醉月赶走以后，你就是蒋家唯一的亲家。我本来就是蒋家名正言顺的千金，反倒是你这个冒牌货，考虑考虑自己吧。我先看一眼，免得不好和刘总交易。哎哥，我早就确认过了，你还是快把 U 盘拿给刘总吧。你不让我看，难道这 U 盘有问题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亲手从蒋醉月的电脑里下载的。那有没有问题，我看一眼就知道。你看吧，哥，你居然怀疑我。都怪蒋醉月太狡猾了，哥这不是怕他使诈吗？要是计划失败了，我还得委屈你吗？不行，蒋青川性子多疑，他一定会打开 U 盘确认的。
你先把这份真的给他，让他放下戒备。到时候我会在竞标会上找机会动手脚，再替换成这份亲子鉴定。蒋清川，你自以为是的算计，不过是无语姐姐棋局中的一步。殊不知，从始至终，你都只是我和姐姐陷阱中的猎物。岁月和我爸最近在研究新的项目方案，虽然我没有参与，但我相信今天的竞标会一定能成。小蒋总，既然蒋家对此方案如此有信心，那我刘氏也拭目以待。我记得刘氏集团在这个领域没有深耕过，这么有信心，我倒是期待起刘氏一会儿的方案了。等会儿竞标会一开始，刘心言亮出的方案和你一样，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。上一世蒋清川计谋成功，姐姐不仅丢了公司的管理权，我自己也因盗窃机密多了个被他威胁的把柄。这一世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。本次的竞标会现在正式开始。首先，我们有请蒋氏集团上台陈述方案。等一下，既然刚才小蒋总那么自信，不如由我刘氏先来抛砖引玉，如何？这个刘信言以往从不敢和我们蒋家撕破脸皮，这次是怎么回事？好啊，刘总，您请。蒋清川，尽管笑吧，我们所有人的压轴大戏正等着你开场。只要 U 盘的内容一放出，蒋子月肯定会被赶出蒋家，蒋清眠也迟早会被送去联姻，届时我肯定能拿到蒋氏的掌控权。看来上一世，张一早就已经在会场接应蒋清川了。蒋清川一定在计划着怎么榨干我和姐姐最后的价值，但他肯定想不到，今天葬送的是他自己。等今天过后，那两个贱人，一个会被扫地出门，一个会沦为我儿子的走狗。蒋家的家产都是我和我儿子。蒋家是我的了。蒋子月，怎么回事？蒋氏和刘氏的方案一样，你竟敢盗窃方案！我盗窃方案？你要不要回头看看那大屏幕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蒋清川，前世你处心积虑制造的陷阱，如今落入网的人却成了你自己。够了！这次竞标会，我蒋家退出。不行，爸，不能就这么走了。你还嫌不够丢人？蒋子月，我看就是你陷害我。爸，刘氏选择故意在竞标会上曝光这件事情，要是我们就这么走了，那不就坐实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？必须趁着大家都在，检验真假。对啊，哥，你可是爸的亲生儿子，怎么能这样被无端污蔑呢？刘总，我们蒋家和刘氏一向有商业往来，你是何居心要陷害清川？这不关我的事，这 U 盘是……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承认，那为了证明哥哥的身份，也为了我蒋家的颜面，不如当众做个亲子鉴定。李院长，还麻烦您尽快来京师会馆一趟。还麻烦您尽快来京师会馆一趟。蒋子月，我看不是想证明我的身份，你是想丢我的脸，丢蒋家的脸。哥哥是蒋家血脉，澄清事实本就是分内之事。难道说哥哥作为蒋家的一份子，
都不愿意为蒋家的清誉作证吗？蒋醉月怎么就揪着我不放呢？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？这一世，我会将上一世的债连本带利一一清算，让你们100倍奉还。这个贱人要是毁了我和晴川的计划，定让他好看。蒋醉月，你不就是看不惯我，不满意哥哥偏袒我吗？还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，不就是想把哥哥赶出蒋家，独占财产？哥，咱们就做这个亲子鉴定，别让他得逞。蒋新年这个蠢货，难道看不出来我不想做亲子鉴定？也可以不澄清。爸妈，这个亲子鉴定不能做。为什么不能做？哥，你爸，当场做亲子鉴定，那就是怀疑妈对你的感情了呀。而且因为一个外人，让我们这么大动干戈，这传出去，可是要外人笑话的。大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来迟了。是哪位要验 DNA？ 李院长辛苦了，我着急把您叫过来，是想让你以最快的速度取样，帮我哥和我爸做个 DNA。对，立刻帮我哥澄清。这也是我的意思，做吧。爸妈，我不是担心我的声誉，咱们蒋家股价最近动荡，现在重要的是封锁消息啊，否则事情闹大了，股价下跌，咱们前期筹备的就都白筹备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，要不是我一直阻止，你们都要惹出多大的祸呀？青川说的有道理。妈，爸，这现场有这么多人在，消息顶多封锁得了一时，一旦传扬出去，蒋氏的股价照样会下跌。李院长，开始吧。好。蒋清川，作茧自缚的感觉如何？这只是开始，我会把你现在占有的一切一点点收回。刘总，这件事情你得帮帮我呀！我拿到蒋家的继承权，我答应给你10%的股份。你当我是傻吗？张口就说这蒋家最后是不是你的还不确定。这 U 盘可是你拿过来的，而且蒋家和刘家一直是竞争关系，我爸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对刘家发难。怎么了，哥？你就安心做检查嘛，等结果出来了，我看他还能得意到哪儿去。蒋总，我们开始吧。等等，不用检查了，这是我助理做的手脚，他私自更换了 U 盘，是想给蒋家制造丑闻，好把蒋家挤出招标会。刘总，你刚才怎么不说呢？这刚要做检查，您就知道了。唉，我是对他有恩，才让他迫切的做错了事。蒋总，我一会儿就亲自把他送到警察局。下次项目我刘氏愿意让出5个点，还请蒋总从轻发落。那听刘总的意思是，我蒋家声誉被毁这件事情就这么大事化了了？小蒋总，这是不信我是吧？蒋总，这蒋氏现在还是你是做主的吧？我们两家是完全有机会握手言和，长久合作的。爸，刘总既然这么有诚意，就听哥哥的吧，别查了。既然刘总这么有诚意，我看这件事情也没必要闹大，对我们两家都不好。醉月，别再揪着这件事情了。你哥哥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生的？姐。既然幕后之人已经落网，我蒋家也不是小气之人，这件事情就不再追究了。姐，商场没有永恒的阵营，现在这个情况，蒋家能拿到竞标，还能拿到刘家的让利，成年人的世界，一切以利益为重。是我太着急了。没事。还好这个蒋兴年是个蠢货，误打误撞帮了我。蒋醉月，这次你竟敢对我动手，这笔账我会讨回来的。没想到这一次还是让蒋清川逃过了一劫。好啦，姐姐，不管接下来蒋清川再如何针对我们，起码我还拥有蒋氏商业的继承权。我会一点点改变我们的命运。
陆叶舟，我原本的未婚夫。星棉，我今天回国，想和你谈一谈婚约的事。差点忘了陆叶舟，以陆家的德行，现在姐姐身份不变，肯定会利用婚约挑拨我和姐姐竞争。我得想办法取消和陆叶舟的婚约才行。前世星年就因为陆叶舟屡次和我闹别扭，也不知道这一世他还看不看得上这样的货色。上一世我因为害怕被赶出蒋家，把和陆叶舟的婚约当成了救命稻草，做了不少蠢事。陆总，里面请。来，坐。叔叔阿姨，我这次回来是想把我们两家的婚约给定下来。哼，男人算什么？谁都比不上我姐姐。这一世谁敢挑拨我和姐姐的关系，我就扫清谁，只为姐姐铺路。只可惜蒋星川看着，我还得装出一副喜欢陆叶舟的模样。星棉和醉月都是我蒋家的女儿，婚约这种事讲究个你情我愿，一切看星棉和醉月以及陆家的共同决定。我自小和星棉一起长大，我自然选星棉。叶舟，许星棉是你的个人意愿，还是陆家的意愿？我可就这一个好妹妹，我不想让她受委屈。当然是我的个人意愿。如果和我结婚的不是星棉，那我会求爸妈取消这次婚。抱歉，醉月妹妹，虽然说你是蒋叔叔的亲女儿，但我不能因为身份门第而妥协我的感情。上一世就是因为陆叶舟和蒋青川的挑拨，我才以为姐姐要抢走我的一切，立马和姐姐大闹了一场。蒋醉月，你好好摸着自己的良心问，自从你回到了蒋家，星棉就一直受委屈，她处处让着你，你别连脸都不要，连她未婚夫都抢。从他陆叶舟来到蒋家到现在，我可一句话都没说过，我更是不想跟他沾有一点关系。爸，我才是蒋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嫁给陆家的应该是我。凭什么？跟叶舟青梅竹马的是我，他爱的也是我。看来星棉这一世还是喜欢陆叶舟，我不能让他再被这个渣男欺骗。星棉，爸妈，我不嫁。爸妈，我不嫁。胡闹！婚姻大事轮得到你自己做主吗？好了好了，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星棉，你之前不是很喜欢叶舟的吗？星棉，你曾经不是说过要嫁给我吗？现在怎么？如果说是因为我父母的问题，我可以和他们沟通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在陆家受一丁点委屈。妈，我当然想嫁，可毕竟姐姐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陆叶舟，是我配不上你。静静，怎么样，姐？我演技好吧？连你都被我骗过去了，还好我聪明，不然还要跟那个陆彦珠纠缠。所以，你是为了不跟我起冲突，才放弃掉和陆叶舟的感情的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……当然不是了，姐姐，这一世我已经看清楚了，但凡影响我们俩姐妹感情的，都是坏东西。况且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。你呀，唉，就是可惜了，这亲子鉴定的计划失败了。姐姐，我们不知道蒋青川还有什么后手，一旦把他逼急了，事情就超出我们控制了。况且有爸妈多年的感情在，他不会被赶出蒋家的。是，我们家星棉考虑的最周到了。姐姐，我好开心呀！计划都失败了，你还开心什么？
我开心你摆脱了上一世的控制呀，至少你不用再背负白眼狼的罪名了。也开心我们姐妹同心，一起做出了有力的反击。星棉，你还喜欢陆叶舟吗？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星棉，你睡了吗？星棉，星棉，哥哥刚才怎么听到你在跟别人说话？没事，哥，我刚刚在跟朋友打电话而已。哥，你说叶舟哥哥他会选我吗？当然会选你啊，你们才是青梅竹马。可是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蒋家的真千金了。陆叶舟今天之所以会犹豫，那肯定是因为蒋醉月偷偷勾引过他。星棉，在哥哥眼里，你才是蒋家的千金，是你和陆叶舟从小就定下婚约，怎么能让一个孤儿院走过来的，上不了台面的叶种抢走？啊，哥，你说的对，凭什么他一回来，这些东西都要归他了？不能让蒋醉月嫁入陆家，必须趁着蒋醉月动手前，让最好控制的蒋新棉和陆叶舟在一起。对呀，星棉，那你更应该主动一点。而且，我知道陆叶舟今晚回国要举行欢迎会的地方，到时候可以这样。祝贺你顺利回国。哎，叶舟，这次接风宴，蒋星棉发消息说他也要来，你和他的婚事是不是已经推上日程了？一个养女，一个高攀陆氏继承人，配不上你。叶舟，我看你还是放弃劝说家里吧。你们别这么说星棉，这也不是他的错。恭喜你回国。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真是祝贺我回国了吗？星棉，这边走。什么情况？往常蒋新棉看见叶舟，可都恨不得贴上去。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他倒是不是叶舟。怎么可能？他肯定是欲擒故纵，想以此引起叶舟的注意，让叶舟主动哄他呢。蒋清川估计找了人观察我，我要是不和陆叶舟接触，就太可疑了。欲擒故纵怎么就不算是勾引了呢？我和星棉相处了这么久，我不可能为了身世而放弃和他的感情。听你这意思，你是要放弃蒋醉月这个正牌千金？可惜啊，我想选谁不一定由我说了算。可是近日蒋醉月风头盛，不一定会愿意联姻的。你不相信叶舟的魅力？蒋新棉都做了叶舟这么多年的舔狗，更别说蒋醉月这个出身孤儿院的土妞了。干什么？喂，是蒋大小姐吗？叶舟喝多了，你能不能来接接她？不好意思，我没空料理无关紧要的。欲擒故纵有意思吗？唉，还得陪他演戏，真累。我没有。果然是我的错觉，蒋新棉还是条任我拿捏的甜狗。
蒋新棉，叶舟将来可是要继承陆氏的，你一个养女，有什么脸纠缠着她不放？你不就是怕被赶出蒋家，想嫁给叶舟翻身吗？陆叶舟啊，陆叶舟，这么低级的 PUA 你也使得出手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别装了，你今天故意无视叶舟，你就是想故意送货上门，还装矜持。你这个不干净的野种，叶舟碰你一下都嫌脏。不管我们再怎么贬低你，下一次你照样摇着尾巴上赶着纠缠叶舟。蒋兴棉，你欠不欠？我说这狗怎么叫这么难听？原来这主人就不是个东西。我说这狗怎么叫这么难听？原来这主人就不是个东西。哎呀，姐，你看到陆叶舟傻在原地的样子没？真是太解气了，让他把我们姐妹当成斗兽戏弄。那你就站在原地，任由人在那骂你。要不是因为我去的及时，你就……哎呀，我那不是演戏吗？他想看咱们俩争，我还偏就让他看看。我们姐妹俩不会为了任何人反目成仇。你呀，不过咱们俩这一次闹这么一出，蒋清川肯定会发觉点什么，加上之前在竞标会的事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对我们下手。以陆叶舟的傲慢，这么丢脸的事儿，还应该不会外传。是，但是你忘了，陆叶舟不说，他身边的朋友未必会守口如瓶。再说了，蒋清川就不会自己查呀。可我收集了证据啊！清棉在房间吗？清棉，星棉，你睡了吗？星棉。哥，你怎么随便进我房间了？啊，星棉，我就是着急，看你没回应我，怕你出什么意外。你这么着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星棉，你怎么没和陆叶舟一起回来啊？我一靠近陆叶舟，就会被他的朋友羞辱，根本没有机会。星棉，不是哥着急，你是蒋家千娇万宠的千金。可自从蒋醉月回来以后，你就事事不顺，他还夺走了爸妈的宠爱，现在甚至还要夺走你的未婚夫。哥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不要被赶出蒋家，更不想失去叶舟。星棉，我想到两全其美的法，只要你想办法让蒋醉月吃下这个药，到时候找人玷污他的清白，这样的话，爸妈一定就会厌恶他，也会杜绝他和陆叶舟结婚的可能。星棉，有时候做事情就是要不择手段。谁？谁？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你放心，等我嫁过去，陆家的资源和影响力随你取用。星棉，哥对你好，不是为了利用你，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动手呢？放心，我都已经计划好了。3天后，我打算以合作的方式和洛风组局。洛风这个人有暴力倾向，而且还有点特殊癖好。可是蒋醉月的脾气那么倔，他一定不会乖乖听话的。放心啊，我们有这个，哥哥会替你安排好一切，你只需要让他把药喝下去。
青川的手段还真是低劣。洛风，蒋青川想要利用洛风，那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啊。什么计划？不过，这个办法可行吗？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上一次，蒋家想要把你送到洛风的床上，没想到这一次轮到了我。不过正好，借着这次机会，收拾掉这个人渣。姐姐，原来你都还记得。你受过的委屈，我一定会让他们还回来。姐姐，有你真好。明天呢，我会假装顺势喝下药，到时候你找机会收集证据，一举抓个现行。姐姐，那你千万要小心。别怕，这一次有姐姐在，谁也毁不掉我。今天和洛氏的合作很重要，翠月和星梅一起去吧，这样的话爸还能省点钱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祝你们姐妹旗开得胜，拿下合同。谢谢大哥吉言。爸，哦，怎么了？我听说洛风是个花花公子，风评不太好。不怕，你是蒋家千金，谁敢欺负你？但我怎么听说爸之前还想要妹妹和他们联姻来着？你和星棉都是爸的宝贝女儿，我才舍不得呢。不过按照我们蒋家的实力，你们姐妹俩不管谁到哪家都有所依仗，包括洛家。其实我一直幻想着上一世爸妈把我嫁给洛风是有苦衷的，可现实却是，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。没回蒋家的这18年，我一直告诉自己，只有靠自己才能够改变命运。一起改变命运。刘总，这是我蒋家和洛家的合作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刘家对这个合同也很感兴趣，这也是洛少给我们刘家公平竞争的机会。洛总人呢？还在路上，堵车耽搁了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你们先聊。小心点。哥，不是说先把蒋醉月灌醉，再给他下药吗？现在他们两个刚刚见面，我怕来不及。放心吧，妹妹，我已经跟洛少说了，这次不用下药，直接来强的。蒋青川怎么突然改变计划？不行！什么？妹妹，你的脸色有点不好看。直接用强啊！蒋醉月性子这么倔，恐怕会伤了洛少。我还是去看看吧。等等，妹妹，你怎么连哥哥的话都不听？你是不是在担心蒋醉月？怎么会呢？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而已。是吗？我的好妹妹，你还真是伤哥哥的心啊！怎么回事？星棉那儿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站住！
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办你的。别打我！你不能打我，蒋家很需要刘家的合作。你还是怕了。我怕了。利用家族势力迫害别人性命是什么？我打的就是你！臭婊子，我得等着。难道蒋清川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我？你可真是让我伤心。蒋清川，你放开我！妹妹，你早就和蒋泽月串通好了，但是你没想到吧？我的目标是你，毁了你就断了蒋泽月的臂膀，还能用你这个蠢货换来骆家的合作。骆少，不用客气，往死里吧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蒋新棉呢？我记得你们的关系没这么好吧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新棉在哪？星棉是我的妹妹，跟你这个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孤儿有什么瓜葛？蒋清川，蒋新棉到底在哪儿？或许现在在做他快乐的事。没用了，或许这头落风已经得手了。拒绝我，可以，但你想一想，在家族利益面前，你爸爸会怎么做？我劝你乖乖听话，否则明天骆家就会跟你姐姐提亲。你猜猜，到时候你爸会不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我？毁了蒋星棉，还截胡了你和骆氏的合作。现在爸应该会对你俩很失望吧？蒋家是我的了。够了，88年热乎，赶快给你妹妹收尸吧。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是姐姐不好，姐姐没有保护好你，没事了。两个贱人敢耍我，信不信我让骆家一句话，蒋崇德就得把你们两个洗干净了，拱手送上。骆少先别急着生气，这计划漏洞百出，难道骆少就没怀疑过蒋清川的真实目的吗？有骆家在，谁活腻了敢动我？我出相府，蒋清川出你妹妹，公平交易。交易？我看是陷阱。洛风这人就是个蠢货，当他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时候，根本发现不了条款。
被我修改过。不可能，蒋清川怎么会有胆子坑我？怎么不可能？蒋清川还扬言说洛氏要把利润提到10%，且满足我们一切要求。要不是我们，你猜洛氏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洛总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剩下的放心，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洛风那边想必已经得手，爸爸亲眼目睹蒋兴眠的丑态，必将他扫地出门。爸，您别生气，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才和您说的。青春，这件事情您早该说，为什么要帮他隐瞒？还没出嫁就这么不检点？爸，你起来。新民，刘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蒋总，我和小蒋总在商议合同细节嘛。你们蒋家有小蒋总这样的人才，可真是有福气啊！真好，骆总，我们蒋家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。骆少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都跟我答应好要和我签合同的吗？你他妈还好意思说？你把老子害惨了！金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，蒋总，你的好儿子想借着我毁了你们养女蒋兴眠的声誉，而且还趁着我被绊了脚，偷偷修改合同条款呢。蒋家此事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计划我没和任何人说过，怎么就败了？青川，再怎么样，兴眠也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害他？爸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只是引荐兴眠和洛少认识，有可能是他误会了吧？哥，明明是你跟我说让我好好伺候洛少，我不同意你就强行把我关起来。兴眠，哥哥平时对你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害你呢？不是你，你又怎么知道兴眠会在这个房间里出事？要不是洛少心善，兴眠今天就被毁了。蒋飞跃，我知道我们都在竞争洛少的这份合同，但你也不能空口无凭的就冤枉我呀。爸，这是我在这个房间里搜出的药，你大可以去查查他的购票记录是什么。蒋飞跃，你随随便便拿一瓶药就可以往我头上扣帽子，我还说这是你事先准备好的呢。少他妈废话！这是你篡改过的合同，上面还有你的签名，这你怎么狡辩？爸，这件事情要是真的传扬出去，那我蒋家以后在整个京市该如何立足啊？是啊，我还劝过哥哥，可他说洛家有的是钱，也不敢报复。爸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肯定是我助理没说清楚，他擅自做的决定。对，这真的跟我没关系。那就把你助理叫过来，我们当面问问，他怎么在你签字的情况之下改这个合同的。行了，洛少，之后的合作我们蒋家会拿出新的诚意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蒋家会给洛家一个交代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儿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了。爸，若此事再继续下去，整个京市都会知道，今后谁还敢和蒋家合作？你哥他不过是一时糊涂，洛家的项目你好好接手，这件事到此结束了。这次要不是我们提前准备，不然蒋清川就真的得手了。不过就算我们揭穿他，爸也未必会真的惩罚他。毕竟他是蒋家的长子，相比你，他在爸眼里是亲生的；相比我，他又多了20年的感情。爸是不会轻易放弃他的。而且洛风为了体面，不会对这件事情深究。爸为了蒋家的利益，也不会把这件事情闹大。毕竟蒋清川在所有人眼里都还有价值。价值？所以从头到尾就我没用，才会成为爸息事宁人的牺牲品。原来真的没有人在乎我。姐姐在乎，
蒋家人不在乎，那是蒋家的错，不是你。既然蒋崇德只看重利益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把蒋清川的价值给榨干。可是蒋清川已经在公司站稳脚跟，我们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压过他。那就让蒋清川再重创蒋家，然后我们当众揭穿他的身份，把他逼到绝路上。姐，你这次拿到的乘风计划，之后在公司的威望肯定能压蒋清川一头。放心，等我跟陆家通通气，咱们这个项目就算是成了。这两个贱人竟然偷偷接手了新项目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清川。你是说蒋醉月和蒋新棉背着我在接触乘风计划？对，我亲耳听到的。清川，你可不能让他俩领先你，不然蒋崇德可就不重视你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就会被你听到？不会是他们故意的吧？你是暴露了，可我没暴露啊！我在他们眼里还是张毅。川哥，乘风计划果然有问题，对接的账户全是有问题的。蒋醉月的团队呢？最近有什么动静？我都盯着呢，他最近一直在接触瑞丰的地产。蒋醉月果然在骗我！蒋醉月果然在骗我！所以这都是蒋醉月和蒋新棉他们自导自演的。我就说，怎么突然让我去送水果？他们不过是想让我接触有问题的乘风计划。若是我真信了，蒋崇德一定不会让我再接触公司的事务。幸好我留了一手，让助理随时盯着。还是清川最聪明，蒋醉月肯定想不到你已经揭穿了他。他如此大动干戈地拉我入局，正好，明天就是蒋氏和陆家删谈婚约之日。到时候我截胡他的方案，反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明日陆家门口，我要你安排人开车除掉蒋醉月和蒋新棉。现在我做事的筹码可是要翻倍了。等除掉他们，我就是蒋氏唯一的继承人，蒋氏的钱还不都由我分配？敢算计我，看你们还有没有命跟我争！张宇，怎么就只有100椅子？是我吩咐的，醉月，你坐吧。只有蒋家人才可以上桌。什么时候1把椅子就能代表我蒋家了？我看哥哥还是去学学生物学，免得出去外人都以为我蒋家穷得连1把椅子都没有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去拿个凳子，这么做算个什么样子啊？醉月现在这么神气，怕不是接触到什么大项目？没有啊，就是之前跟骆家的项目，现在打算加上陆家一起。那不如你把方案给我看看，我还能给你帮帮忙。这次的项目关乎骆家，我们与骆家之前有过过节，我怕骆家借题发挥，还需要我爸费心费神，这样的话得不偿失啊。醉月，把方案给你哥把把关。我知道了吧？那就麻烦哥帮我看看项目的问题。这个我先拿回去看看，到时候给你联系。
陆叔叔好。这2个孩子都很优秀，可惜叶州公司还有些事，只能由我们长辈代劳，谈谈婚约的事了。这陆家对蒋家根本就不上心，这么大的事，连陆叶舟都没有特意喊回来。小姨，这是叶舟的表妹小姨，今日恰巧来看我。小姨，帮我们接待接待客人。好的。江总、蒋夫人，请移步楼上书房。都给我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手脚干净些。陆家花钱让你们来干活，不是让你们学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养女和穷酸货，整日想着攀高枝打秋风。没想到啊，2位妹妹来了陆家，人家还是瞧不上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陆家人知道他们的亲戚假借陆家的威风，狗眼看人低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再怎么说也是蒋家的正派大小姐，不像有的人8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还敢在别人家里作威作福了。蒋家的正牌大小姐，你不过是个养女罢了，和蒋家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还有你，不会以为凭你流浪10几年的野种经验能继承蒋家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他们妈，他上来就说我没有资格进陆家，还说我们蒋家来陆家就是打秋风的。谁让你这么对陆家客人的？不是我。好了，既然你是来送礼的，也该回去了。把他带走。是，不是这样的？他骗人，不是这样的。江总，是我们招待不周。算了算了。啊，我可是对醉月上次提的项目很感兴趣，不知道这次陆家有没有机会参与参与？啊，陆总，方案我已经做好了，还请您过目。陆总，这次的方案是我和我的团队连夜加班商议的，我也是我们公司最擅长地产领域的，希望能入得了您的眼。蒋总不光女儿优秀，儿子也是人中龙凤，这么短的时间也能拿出方案。哈哈，我也不知道这孩子还憋着这么大的事儿，都有和陆总谈项目的胆量了。这份合同，地产的造价数据怎么都是错的？金川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蒋家如果拿这种合同敷衍我，恕陆家无法合作。陆总，您先别着急，这份合同才是我蒋家最终的方案。我也没想到，哥哥居然没有做最新的市场数据调查，就给了您错误的方案。看来这2人竟敢耍我，害我在陆家丢尽脸面。幸好今天已经埋伏好，等彻底除掉2人，蒋崇德也没得选，只能把蒋家交给我。你方案没做好，在陆家面前出什么风头？我也没想到。哼，没想到。好，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自愿离开京市，从头发展分部，要么主动辞职，从基层做起。爸，没得商量，想好了告诉我。好。
哥哥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都比不过姐姐，何必让自己这么累呢？医生说我受到撞击，导致肝损伤，急需肝脏移植，我还不想死。没事，医生说了，你爸配型上了。不行，妈，爸现在可是蒋氏的支柱，万一这捐肝留下什么后遗症的话……对呀，我可是爸的亲生儿子，爸不能不救。好了，你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应该做的。谢谢爸，等以后我痊愈了，一定好好孝顺你。虽然血型不匹配不影响肝移植，但按照流程，我还是得先确认一下患者蒋青川的亲属关系。请问蒋青川的亲生父母是否在场？在的，我们就是。你们？我刚看了报告，你们一个 A 型血，一个 O 型血，不可能生出蒋青川这个 B 型血，他不可能是你们的亲生儿子。怎么可能？蒋青川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啊！不可能搞错，你们的血液检查、医院都有记录，他确确实实是 B 型血，肝移植的事拖不得，你们尽快确认吧。爸妈，我虽然不是你们亲生的，但我也和你们生活了20多年，你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爸妈，我为蒋氏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，你们都看在眼里，不在乎我的命，我就怕我不能给你二位养老，不能再为蒋氏效力了。在我眼里，我已经把自己当成蒋家人了。就算你二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也很感激你们把我抚养长大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不行爸，你不能捐肝！不行爸，你不能捐肝！蒋清明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我再怎么说也是你哥哥呀！爸操持着整个家，若是因此伤了身体，谁来负责蒋家的损失啊？是啊，爸。说他是您的亲儿子，还值得冒险。但现在的话，为何不等到合适的肝源之后再做手术呢？不行，我的病等不了了。哥，你刚刚不还说把爸当成亲生父亲的吗？若是我生病，肯定见不得父母为我伤身体的。行了，你好好休养，别多想。蒋家会发动一切力量，给你争取合适的肝源。爸，我等不了了。拜拜。妈，我出车祸了。哎呦，我的青春呀！你怎么会成这副样子？都是那2个贱人害得我出车祸，现在我肝损伤，急需移植。妈，你捐肝给我好吧？捐肝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妈，没影响的。你亲儿子还能害你不成？就算有影响，你就不捐了吗？妈，要不是我，以你现在佣人的身份，你能走到这个地步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是妈的亲儿子，妈肯定救你啊！妈以后还得靠你飞黄腾达呢。
现在我从风光无限的蒋家长子，成了身份卑微的养子。看来要想继续在蒋家立足，就不能让蒋兴眠恢复蒋家亲生女的身份。没想到青川竟然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，他是假的。那我的亲生孩子在哪？难道和以前的醉月一样，在外面受苦吗？窦晴肯定想不到，她因为被人蒙蔽而备受冷落委屈的养女，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只可惜，星眠经历了太多失望，已经不想再和蒋家产生过多的纠葛。亲生女儿或是养女又如何？在这么冷漠的蒋家，这层身份只会将我束缚在联姻和勾心斗角里。妈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以蒋家如今的势力，我们努力找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子月，你哥哥出事了，你妹妹又……爸决定从今天起，让你正式参与蒋氏董事会的工作。姐姐，恭喜你进入蒋氏核心阶层，现在你也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星眠，刚刚为什么没跟他们说实话？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亲生女儿的话，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会被赶出蒋家了。这是你上一世的执念，就能化解了。有一瞬间，我确实想脱口而出告诉他们，但是我忍住了，因为我在想，如果他们的爱只是因为我是不是亲生的，那就说明他们不是真的爱我。姐姐知道，这一世你不想跟蒋家有太多的纠葛，他们伤害了你，是他们的错。但是你放心，只要有姐姐在，就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。那我要啃一辈子姐姐了。好啊。醉月，你在星眠房间吗？醉月呀，你和陆叶舟的婚约已经定下来了。前脚蒋清川刚被戳穿身份，我才成了蒋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后脚陆家就上赶着来确定婚约，真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爸，陆家怎么突然就答应了？之前不是还犹豫不定吗？陆家也是刚刚通知我的，明天陆家就会上门确定结婚事宜。没想到呀，我们的醉月一眨眼就要嫁人了。妈，其实我刚想要拼一拼我的事业，还不是特别想要嫁人。妈也舍不得你啊，但是陆家能看上你，也是因为你优秀，一样能证明自己。可是行了，你知道陆家和蒋家的联姻绝不是儿女情长这么简单的问题。陆家一直卡着蒋家最想要的专利，爸希望你拎得清轻重。星明啊，你也不要有意见，爸之后再给你物色个不比陆叶舟差的。不行，我要嫁给陆叶舟。爸，明明跟他青梅竹马的是我，为什么都要让给姐姐啊？行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决定，谁也不许再提。青川啊，你终于痊愈了，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给你捐了肝源，咱呀可得好好谢谢人家。还有啊，多亏了张姨主动去要求照顾你，不然呀我更担心了。爸，
爸去哪儿了？陆家呀，点名了要和醉月联姻，醉月和星棉啊都不愿意，你爸气得去公司了。哎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别落下了病根。也扶我回房间吧。姐姐，要不然我主动恢复身份，替你嫁过去吧。不行，不能让蒋新棉恢复身份。那怎么办？放心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也有办法把它变成假的。姐，要不我主动恢复身份，替你嫁过去吧。你还喜欢陆叶舟吗？我不需要你牺牲自己。如果说用你的幸福来换我的幸福，那我宁愿我自己承受双倍的痛苦。可是，要不是我一直不愿意恢复身份，你就不是蒋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更不用承担蒋家联姻的压力。这本应该是我们一起承担的。胡说，我是你姐，我本来就是要守护你的自由的，你别多想。我嫁过去呢，无非就是多了个婆家，还有一个貌合神离的丈夫。等我完全掌控了蒋氏，我就可以跟他离婚了。联姻一向重视体面，怎么可能让姐姐顺利离婚？爸妈为了防止陆家窃取资源，肯定也会在蒋氏边缘化姐姐。我必须想办法毁了这场联姻。星棉，星棉，啊，别多想啊，知道吗？嗯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陆叶舟，我想要你娶我。你又发什么疯？这次又想用什么理由？我追了你那么多年，你一点喜欢都没有吗？为什么你们要选择蒋醉月？因为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养女，而你的姐姐才是蒋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？叶舟，我为你付出的难道还不够多吗？青棉，过来坐。有，只要你把它给喝完，我就考虑更改联姻对象。继续。叶舟，蒋星棉还真是你的舔狗啊！我就说他上次是欲擒故纵，不过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。对，没想到叶舟你理都没理他，直接和姐姐联姻。陆叶舟，你就这样羞辱我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笑话是吗？不然你以为叶舟为什么陪你演戏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敢跟你姐姐一个真千金抢男人？他只不过是比我多了个身份，可我是真的爱你啊！你还不明白吗？就是因为这一层身份，注定我们之间就是云泥之别。我早就受过你这10几年的纠缠了，蒋星棉，你真的很烦啊！
不是吧？这就晕倒了，这心理承受力也太差了。我就说他是个贴上门来的便宜货，还好叶舟要娶的是小蒋总。蒋新棉和他姐姐真是两个极端，蒋醉月可就有能力多了，现在进入了核心圈，说不定能成为叶舟的贤内助啊。不可能，他顶多成为我的踏脚石而已。叶舟，你既然这么瞧不上蒋家，为什么非得和蒋家联姻？蒋家这种暴发户钱多，正好能把我之前星宇项目的窟窿给填了。也就这几天了，你们记得来参加我的婚礼。那就恭喜叶舟了。陆叶舟，这场婚礼不可能继续下去了。陆总，竟敢无视我！等我拿到蒋家，一定第一个给陆家教训。来，坐。叶舟啊，他一会儿就来，不如我们先聊聊。这醉月啊，我是越看越喜欢，就想着早点娶进门。不知道这婚期能不能尽快啊？这还要看两个年轻人的意思。我们先一起看看这个婚礼场地吧。之前陆家人可没这么热情，现在这么主动，难道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等一下，叶舟，你既然这么瞧不上蒋家，为什么非得和蒋家联姻？蒋家这种暴发户钱多，正好能把我之前星宇项目的窟窿给填了。不同意联姻，不同意联姻。陆家，这肯定是用心之人想挑拨咱们两家的关系，一段音频而已，这不可能是叶舟。原来星棉背着我，只身去找陆叶舟了。只是这样真的就能毁掉蒋家和陆家的婚约吗？陆总、陆夫人，恕我们今日无法接待你们了。今日是我们不对，下次我带叶舟亲自上门道歉。这是不是你和星棉约好的计划？看爸这个样子，星棉的计划应该是成功了。爸妈，你们终于想通，不把姐嫁给陆叶舟了吧？来，压起来！什么？爸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爸妈，星棉现在已经不是蒋家的亲生女儿，她那么深爱陆叶舟，说不定会破坏两家的联姻。之前我们当着星棉的面讨论婚约，她确实有说过不想让醉月嫁过去的话。那我多劝劝星棉。妈，你还不明白，星棉深爱陆叶舟，说不定还能伪造亲子鉴定呢。星棉说到底也不是蒋家的后代，说不定她像偷换孩子的亲生父母一样，就喜欢用些歪门邪道的。我看啊，就得趁婚期之前赶紧把星棉嫁出去，彻底断了她的念想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给妹妹找一个好丈夫。干什么？当然是惩罚星棉了。我这明明就是在帮蒋家，如果婚姻顺利，蒋家只会沦为陆家填窟窿的工具。你还是执迷不悟，就算是你再怎么喜欢陆叶舟，也不能做出诋毁陆家、破坏婚约的事情。是啊，星棉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刚刚是在陆家人面前有多丢人。看来我平时太惯着你了，你真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。妈，原来你也不相信我。蒋家白白养了你20多年，你不知道感恩戴德就算了，还只会给我们添乱。星棉，
不是哥哥说你，身为养子，就更应该懂事点。行了，青川，你尽快找个人把星棉给嫁出去，省得他老是动歪心思，只会勾引姐姐的男人。爸，这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星棉他只是好心，他好心？破坏跟陆家的联姻，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啊？干嘛？把他关进房间，在两家完婚之前，不准放他出来！爸。醉月，你是蒋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和他注定不是一路人。爸希望你少跟他接触。若是此时忤逆蒋崇德，估计也只会落到同样被关起来的下场，强行嫁到陆家，到时候就更没办法救出星棉了。我知道了，爸。去吧。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星棉打小就没被罚过，要不我多劝劝他，再不然啊，就把他送出国。你难道忘了他对陆彦舟是什么样子吗？你把他送出国，他也有法子跑回来。果然从始至终都一样，不管我是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他们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星棉，姐姐，别怕，姐姐在呢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又搞砸了。星棉，跟你没关系。不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还是和上一世一样没用，只会给你拖后腿。现在我挑明了陆家联姻的真相，等你嫁过去，他们一定一点体面都不给你。你想那么多做什么？谁说我一定会嫁到陆家？可是什么啊？你自己都什么样了，还有心情关心我？星棉，给姐姐几天时间，到时候我既不用嫁入陆家，你也能被放出来。爸妈，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娶星棉，你们也认识，对方诚意不小，这门亲事要是能成，蒋家肯定能更上一层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好奇是谁了。蒋总，别来无恙啊！刘总，你跟我爸年纪差不多，总不至于跟我蒋家联姻吧？当然不是我，蒋总，我此次来是来找儿媳妇的。我不同意，谁不知道他儿子是个坐过牢的残废，怎么能这么糟蹋星棉？小蒋总还是这么直爽啊！我儿子确实条件有不足，但是啊，我愿意拿出刘氏10%的股份作为聘礼。刘总，这10%的股份，爸，星棉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随意买卖的工具。醉月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星棉能给蒋家带来这么大的股份，是他的福分，也是他应该回报蒋家。如果蒋新棉能与我儿子完婚，这10%的股份，我自会信托到蒋家名下。好，好，好！没想到我们两家也有成为亲家的一天。好一个蒋家，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入虎穴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必要顾及什么亲情。星宇集团的负责人，就是你在陆氏背后搞的鬼吧？你是谁？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我要你持续做空陆氏的资金。哼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如果不听我的，等蒋家的资金一旦注入陆氏，陆氏恢复力气，那等待你的只会是一番剧烈的反击。相反，你如果听我的，我会让你套牢陆氏、蒋氏，甚至是刘氏的资金。
你倒是很有意思，可是三家联合起来，我可斗不过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他们三家自愿抢着把钱送给你。爸，我考虑清楚了，我愿意嫁到陆家，只有嫁过去，才能更好的帮助蒋家。不如一会儿我们去登门致歉吧。你考虑清楚了就好，比你妹妹懂事多了。蒋醉月怎么这么反常？不过蒋兴年在我手里，任他也翻不起什么浪来。这一世我们俩犯下最大的错，就是重活一世还会心软。姐姐也不瞒着你，其实我自己时常会想，如果当初不是蒋清川故意陷害，我在爸妈眼里会不会一辈子都是那个优秀自律的乖孩子？姐姐，我也会傲慢地认为我是父母的亲生女儿，会不会就是不一样的？可其实都一样，他们会把我们卖给任何一个有钱的男人，为了钱不给我们留一点尊严。可是姐姐，你不是说依附于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的改变命运吗？对啊，是姐姐时常劝你的话，自己倒是糊涂。星棉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放弃蒋家，放弃你之前生活的一切？我愿意，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管你做什么，都要保护好自己。好。陆伯父、陆伯母，那天的事儿，还希望二位不要往心里去。那天的事儿啊，我们早就忘了。陆伯父，我听说陆家最近注资了星宇项目，你看我跟叶舟马上也要结婚了，这项目不如让我们蒋家也沾沾喜气儿，投资支持一下。好，蒋家愿意投资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我回去就把合同发过来。好，谢谢陆伯父。爸，我都已经查过了，陆家能在这项目上投这么多钱，这个项目一定值得我蒋家搏一把。好啊，我蒋家这以后的前途越来越光明了。醉月，这份合同的投资权限就交由你来负责了。谢谢爸爸信任。蒋家的前途，我看是一片黑暗才是。叫我来这干嘛？蒋清川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我把投资权限给你，你把星棉放出来，怎么样？你又在使什么诈？算我求你了，你放过他吧，行吗？姐，你别救他，我不用你救我。可以，签字吧。现在可以开门了吗？谁说我要放人了？你收拾好东西，准备明天嫁娶刘家。我可是很期待你和那个废柴一起洞房的样子。蒋家已经决定把资产全额投入，陆家本就已经陷入赌局，知道蒋家全额投入，肯定又会对亲子计划动心，继续投入。
求你放开我，我可以用一个秘密给你花。说说，要是有价值，说不定我就能放过你。江青川，老子任劳任怨给你做事，你有星宇项目这种好事都不叫上我。行了，肯定有你一份。合同权我已经打开了，你签字就行。星棉，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你好了吗？爸，蒋星棉不见了。什么？不好了，蒋总，公司所有资产全部投入星宇项目，就在刚刚全面崩盘，公司的资产全部被转移，蒋家破产了。你说什么？全部资产？怎么可能是全部资产？星月项目崩盘了。老公，蒋青川，你找死！你个老东西，蒋家都破产了，你还敢打我？你！其实我早趁机转移了一部分资产，要不然还得被你们拖累呢。转移了多少？蒋家养你这么多年，还不快拿出来替蒋家渡过难关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的亲生母亲就是张姨，当年是她把我和蒋醉月调包的。为什么？当年要不是我们救了你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哼，为什么？你们既然救了我，凭什么只把我当保姆？不甘心！造孽呀！真是造孽呀！还有啊，你们嫌弃的养女蒋星棉，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当年是我故意引导你们的，没想到就因为我是个儿子，你们就轻易信了。请问是蒋信川先生吗？您账户下的资产已经被蒋醉月女士实名起诉，要求全部资产冻结，后续还涉嫌财产转移、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。蒋家现在一定已经乱成一团了吧？走，病人之前移植的肝脏部分已经坏死，可能还需要进行下一步手术。医生，我们放弃治疗。青川，你不能怪妈，蒋家现在破产了，你的资产又被冻结，还要面临坐牢，这病还不如不治。啊，我知道，我也不想拖累你。妈，你过来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当初要不是你贪图富贵，把我换入豪门，我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是你害了我！恭喜姐姐又拿下一个项目，咱们星月集团都快赶上京市第一了。那还得多亏你在外面卖力宣传啊！外面的人都说我们的星月集团才是真正的蒋氏，不过就是人云亦云罢了。他们是觉得谁更强大谁就是真的。我倒是觉得星月就只是星月，是我们的家，是一个
永远都赶不走、吹不散的家。